大家赶快入座吧。恭喜董事长！董事长，不要忘了您说过的话。放心吧。恭喜你啊，董事长！杜董事长了。恭喜您，董事长！谢谢。乔总马上就到了，大家先喝点茶。小黄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哎呀，是小陆啊，这不，董事长今天要离开公司了，他吩咐我们把他的个人物品收拾一下。那他人呢？董事长去开董事会去了。他是自己要走的还是？他自己坚持的，我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。对了，小陆，你的话董事长最容易听进去，要不你再劝劝他啊？没用的，既然乔总自己决定了，谁劝也没用。我跟你一块收吧。行啊。我今天就要离开博时了。说句心里话，我舍不得离开博时，舍不得离开我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博时公司。我今天的心里啊，很不是滋味儿。选择离开是非常困难的，但是如果我仍然在博时集团董事长的位置上干下去的话，我会阻碍博时。我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博时的发展。如果我的离开能够换来博时的光明，如果再让我选择，我宁可选择离开。我希望并且坚信，新的董事会和新任董事长一定会带领博时走出困境，走向新的辉煌。我建议授予乔董事长为博时公司的荣誉董事长，并请聘任乔董事长为博时公司的独立董事。博时公司过去离不开董事长，博时公司的将来也离不开乔董事长。谢谢杜总，也谢谢大家。我乔云峰转让和出售了博时的股权，但我的心永远属于博时。我永远是博时的一名员工。现在是我离开的时候了。全体起立，欢送乔董事长。大家坐下吧。下面的议程是讨论博时的重组。金川四郎好，我迈步出街。我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
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，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，你掌心的痣，我记得在哪里。乔乔，爸，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看看怎么样，布置的不错吧？收拾的真不错啊，今天是有点回家的感觉了。来，哎，快点，坐下。好，听你女儿的，坐下。这是我朋友给我买的茶，你尝尝。怎么样？不错，像顶级毛尖啊。这就是顶级毛尖。好，就是。爸，我有个决定要跟你宣布。什么决定？我决定不在外面一个人住了，我要搬回家，天天照顾你。哎呀，我这宝贝女儿终于要回家了。哎，爸。啊。今天有2个挺奇怪的老头老太太来我们家看房子，我本来还以为他们是要买我们小区的房子来看户型的，没想到到我们家又是摸这儿又是摸那儿的。我问他们干嘛的，他们也不说。你说奇不奇怪啊？乔乔，爸爸今天有话要对你说。吴晗被抓另有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吴晗被抓并不是因为咱们的举报信，而是因为宋飞宇自首。宋飞宇不是出国了吗？难道他会从国外回来自首？你要仔细分析分析，这里面大有文章。你再想想，除了我们，还有谁最希望吴晗倒台？乔云峰啊。当时乔云峰在拘留所。那就是杜鹏，或者是博时公司的其他人。我问你，杜鹏和宋飞宇是什么关系？杜鹏是宋飞宇的表哥啊。我再问你，博时的大股东是谁？杜鹏啊。我以前听你说过，吴晗也特别想把乔云峰赶走，他来当博时的董事长。对，我说过。那你好好想想，杜鹏在乔云峰和吴晗之间扮演了个什么角色？乔乔，爸爸从今天开始就不是博时集团的董事长了。爸，这不是真的吧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人说起过？爸爸把在博时的全部股权都卖掉了。爸爸在生意上遇到了困难，我必须咬着牙往前挺。这次比哪一次都危险。爸爸要做最坏的准备。您不是把股份都卖掉了吗？应该有不少钱，不至于要把房子也卖掉。乔乔，我把所有卖股份的钱和我全部的积蓄，都要投入到大豆期货上去。现在大豆期货跌得非常厉害，我要不断地注入资金，保证不被淘汰出局。如果我真被期货踢了出去，那爸爸很快就会成了穷光蛋了。爸，期货我不懂，是不是需要很多钱？我也不知道它会跌到什么时候，但我相信它总会有一天会涨上去的。爸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坚决不同意你把房子卖掉。我手上还有200多万的现金，你都拿去用好了。实在不行，我把凯文公司的股份卖掉。就你那点钱呐，投入到期货里头去，就像石沉大海。把你钱好好留着啊，爸爸没钱的时候还要靠你养呢，养不养爸爸？那还用说吗？
但是我听我妈妈说过，一定要相信爸爸，因为爸爸是属蚯蚓的，就算被剁成几节也能爬回家。佳佳，你真的相信爸爸会获胜？当然相信，100%的相信。袁姐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杜鹏在吴晗被抓和乔云峰下课的背后捣了鬼。我在博士工作过一段时间，乔云峰说东，杜鹏从来不敢说西。云阳，生意场上为了钱，为了利益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你想想，都说杜鹏是乔云峰养的一条狗，他心里听了能舒服吗？他家人听了能高兴吗？小波最近和杜鹏接触的比较多，我从他嘴里从没听说过杜鹏半个不字。袁姐，杜鹏当上董事长，是不是乔云峰故意把杜鹏推到前面，他自己垂帘听政了？你把乔云峰想得太阴险了，乔云峰不是这种人，可是杜鹏是阴险小人。你就看吧，杜鹏上台后怎么清理乔云峰的人，怎么用他自己的人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是杜鹏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去买乔云峰的股权呢？我唯一敢肯定的就是，乔云峰从来没有把钱给过杜鹏。小波也说过，乔云峰的资金全部投在了期货市场上。哎，说到彭小波，姐要提醒你啊，彭小波这人跟你可不是一条路子上的，别太相信他。姐，你怎么什么都怀疑呢？小波是我兄弟，我相信他跟相信你一样。我凭女人的直觉，他不是善主。我看你现在是走火入魔了，怀疑一切。行了，我不跟你争论了。爸爸在商界摸爬滚打了这几十年，确实感觉累了。这次期货只捞有了结果，不管它成败，爸爸绝不再踏进商界一步。就向你刘伯伯学习，打打高尔夫，到处旅游旅游，学学写字，学学画画，过一种真正人的生活。这就对了。爸爸接个电话啊。嗯。喂，哎，老陆啊，您好。您说什么？这是真的？那好，陆老，请您告诉卖主，我马上去准备钱。好，再见。爸啊，你又要买什么东西啊？这可是一件难得的宝物啊！你把房子卖了，就是为了买这个东西吗？这和爸爸有些历史的渊源，爸爸一定得得到它。那你得给我讲讲，我听听看值不值得。爸爸现在去找钱，等把东西拿到家以后，爸爸再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嗯。好。哎，乔乔你好。云阳，你快到我家来一趟，我有事儿跟你商量。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很忙，电话里说吧。我爸要把别墅卖了，还要买一个什么古董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对不起，乔乔，我现在真的是很忙，不好意思啊，再见。安婷，你这干什么呢？老乔今天离开公司，帮他清理一下个人物品。乔乔刚才来电话说老乔要把别墅卖了，你先把东西搬回去，过几天还得搬出来，多麻烦呀！乔乔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说乔总还要买一古董。你听了心里挺高兴的吧？你有空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让我和你一起分享你胜利的喜悦。别这么阴阳怪气的。我跟你说杜鹏的事儿。杜鹏又怎么了？换个地方谈吧，这说话不方便。
多啊，你可以宣布咱们2家公司合并，但呢，只是对外说说而已，你千万别当真。陈总，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的资产要是不进来，博士怎么重组啊？我之所以这样做呢，是想低价买进博士的股票，然后高价抛出去。我是不会长期对博士进行投资的，而且这个副董事长的位子，我也不想常坐。老陈，咱们可是有约在先的。你现在这么做，等于拆台啊！你看你，你说咱们有合同吗？没有吧？只是口头上说说，是吧？好，陈大海，你要是真这么做，那我告诉你，你别想在博士的股票上挣到1分钱。你看，你真是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也由不得你。博士重组呢，明天就可以简报。博士的股票还在上涨，我呢真要想挣钱，说心里话，谁也挡不住。所以我说，还是不要伤了和气，大家在一起，和气生财嘛。严姐说的可能有道理。我在查电子公司走私案的时候，我发现了几笔在1000万元以上的款项都是从电子公司账上过的。后来呢，我询问了集团的财务总监，他说集团的往来款全是杜鹏签的字。你还应该查一下，这笔款项最终到哪里去了？还有，杜鹏买乔云峰的股权的钱从哪来的？他本人不应该有这么多钱。如果真是杜鹏在背后使坏，于洋，那你也被利用了。我跟他没什么关系，我也不怕被他利用。这2天我再好好查一下。老乔走了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杜鹏赶走呢。于洋，我看你也待不长，你也做早点走的准备吧。杜鹏想把我和达阳公司都废掉了，这对他也没什么好处。想让我走人，他还得费点劲。安婷，最近我准备由达阳公司出一笔钱给孟嘉林，巩固达阳公司在枫林晚项目上的法律地位。你有钱吗？那可不是一笔小钱。先拿500万，以后走一步算一步吧。于洋，你能拿出500万？于洋，我跟你说，就算你有，你也别跟杜鹏斗。等着看好戏吧。老乔啊，这几天你太辛苦了，我也没好好的照顾你。你别这么客气啊！哎，我看这样吧，你呀也就别走，咱哥俩在一起也没喝过酒，咱也不用到外面去，你看咱在家里边喝怎么样？不了，今晚大鹏他们要和我吃最后一顿晚餐。哦，这个面子我总还是要给的呀。哦，麻烦你尽快给我把钱准备好了。哎，这个没问题，你放心，你把账号给我，哎，我让公司的财务给你办，不就行了吗？好，你看好不好？谢谢了啊！哎呦，不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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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就这样，再见。好嘞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乔哥，就等你了。大家请坐。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今天是我乔云峰最后的晚餐，咱们今天不醉不回。好，来，
自从你把这个瓶子拿回来以后，你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你还没跟我说关于这个瓶子的故事呢，你什么时候说啊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瓶子吗？因为你原来买了一个假的呗。这个瓶子啊，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，也见证了我的青春岁月，见证了我纯真的感情，也见证了我刻骨铭心的爱情。爸，我还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你跟妈年轻时候的故事呢，你今天给我仔细说说。我看到这个罐子的时候，还不认识你妈呢。你说的不是我妈，我没兴趣听了。乔云峰的钱还能撑多久？我们如果现在收手啊，他要运气好，还能保住合约。那就收手吧。收手？我可提醒你啊，你父亲当年就是在期货上败给乔云峰的。你不是说你要在期货上彻底打败乔云峰吗？你现在收手，那等于他保住了合约，那就没有彻底打败啊。算了吧，就这样吧。你这么做是不是因为你以前跟我说过的，你和乔云峰还有这事情没解决，还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？怎么着吧？行，你可别后悔。小佳真生气了啊？爸爸可没做任何对不起你妈妈的事情，那都是以前的故事了。你心里就应该只有我妈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是挺爱你妈妈的。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到国外去读书吗？你长得太像你妈妈，见到你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你妈妈来了。哎，要不是我出那件事情，你妈妈也不会那么晚出去，也就不会。好了，别说了。现在我还想到期货公司去看看，跟我一起去吧。嗯，走吧。妈，找我什么事儿？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妈啊？最近公司特别忙。我问你啊，墙根底下那泡菜坛子你动了吗？啊，我想吃泡菜了。我那天回来您没在，我就把泡菜坛子给搬走了。你知道那是什么坛子吗？知道，就海燕水星尊嘛。知道就好。用完了以后你给我搬回来啊。行，我走了。上哪儿去你还？我上哪儿？来来来，跟我去干活。我陪陪你好。董事长。哦，小黄啊，你是公司的老人了，公司目前的状况呢，你也清楚。公司下一步要深化改革，你也没什么事儿干。我想，董事长，可多余的话我也不想说了。你到财务那儿支3个月工资，3天之内把工作交代完毕。那好吧。妍姐，于洋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，你知道吗？他想在枫林晚的项目上占有股份。什么？他还要经营枫林晚？他哪来那么多钱呀？
我不知道，他也没说清楚。妍姐，我真的是很担心他，你还是劝劝他吧。你想，老乔都离开了博时，杜鹏能容得下他吗？他根本就斗不过杜鹏。这个云阳啊，现在做事儿也太离谱了，我得好好跟他谈谈。反正过2天，杜鹏也要赶我走了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妍姐，你还是劝劝云阳吧。小陆，真谢谢你啊，这么关心云阳。哎，你觉得乔云峰会东山再起吗？我不知道，老乔这个人做事有的时候让人看不懂。我一直纳闷，他对杜鹏的行为难道一点都没察觉吗？他真的像别人说的那样那么相信杜鹏吗？哎，我觉得你应该找个时间好好跟乔云峰好好谈谈。我不敢面对老乔，就好像我不敢面对我干妈一样。那，你还是早点离开博时的好。我想也是，与其杜鹏吵我，还不如我自己下课呢。你帮我做做陈总的工作，行吗？我跟他还没有达成协议呢。这样吧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，电话里说不清楚。行，那咱们回头见。哎，小毛，乔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也不先给我打个电话呀？洪大哥，乔乔，你好。你们认识啊？洪大哥是云阳最好的朋友。怎么，你们也认识啊？我们当然认识了，我来就是来找他的。你找他干什么？他帮着我做期货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的。是云阳把你介绍给我爸的，是吗？是的。你们早就串通好了要害我爸，是不是？巧巧，别再说了。不，我要问清楚。彭小波，我爸在期货上赔了那么多，他那么信任你们，你们就这么狠心？骗子！哎，乔乔。律师，我干妈身体还好吗？董事长的身体还不错，精神呢也比在公司时好多了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去看他？现在就行啊。哎，不过董事长说了，你必须先答应他一件事才能看他。什么事儿？他想全面授权你管理和经营他的公司，包括他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。哎，你看，这是授权委托书，只要你在这上面一签字，你就是五洲置业的新任董事长。董事长说了，你是他唯一的女儿，他的公司必须交给你管。我干妈还说了什么了吗？董事长希望你接任董事长之后呢，不要重踏他的老路，希望你能够全心全意地将五洲置业公司管理得红红火火，争取成为本市的第2家上市公司。我干妈还说什么了？董事长让我转告你，在适当的时候，将五洲持有的博时的股权转让给乔云峰，当然了，是以当初购买的转让价。小罗，你不会拒绝吧？沈律师，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，真的，你让我一个人好好想想。小罗啊，你不要再拒绝了。五洲公司不能没人管，如果你不接手的话，那你干妈几十年的心血就会毁于一旦。难道你忍心看着你干妈出狱之后没车坐、没房子住，
你不想看到你干妈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吗？荀律师，你再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再好好想想，行吗？行，你好好想想，想好之后你给我打个电话。好。好嘞。一定注意啊！好，没问题。乔乔，快点！爸。我怎么看你一点不大高兴啊？没有，过不了苦日子啊。在这住几年了，有点舍不得。不要紧的啊，过不了多久咱们就会回来啊。瞧，你坐驾驶室去啊。那你呢？我就坐在后面就行了。那哪行啊？这后面又黑又脏的，你身体不好。你看看，这么多大男人，你能坐这儿吗？坐前面去吧啊，快点。那委屈你了。嗯。哎，爸，我回去拿个东西。好，快点回来啊，赶快。来，拿一把。哎。哎，云阳，是我。韩婷。啊，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去老邱家的路上。在老乔那儿，在那干嘛？啊，老邱今天搬家，我去帮帮忙，有事儿吗？啊，我有个事儿想找你拿个主意。行，搬完家咱们再约地方。那行，那改天再说。好，再见。哎，再见。乔总，乔总，乔乔，乔总，乔乔，乔总，乔乔，你怎么来了？知道你们要搬家，我想来看笑话是吗？乔乔，乔乔，我今天来，主要是想跟你和你父亲说声对不起。林玉阳跟你父亲有仇，他又是我的朋友，他让我来帮忙，我也没办法拒绝啊。当然，云阳针对你父亲的一系列报仇计划，我也有参与。这两天我心里特别不舒服，所以就鼓足了勇气过来，想跟你们说对不起。乔乔，我真的是非常的抱歉。乔乔，我这有一套公寓，是给我爸的吗？对对对。那你去给他好了，站我面前干嘛？不是，乔乔，这送给你和送给你父亲那不是一样的吗？乔乔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好吗？彭小波，我凭什么要给你机会？是有很多女孩喜欢你送的东西，但是这个女孩永远不会是我，听明白了吗？陆总，董事长来了好几次电话要找你。董事长找我，他说了什么事儿吗？
他倒没说，他只是说你一回到公司就到他那里去见他，别的什么都没说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就过去。好。乔总，乔总，怎么想来看我笑话？我怕那瓶子给摔坏了，我拿这个来包一下，可能会保险一些吧。想得挺周到，可是我现在用不着了。乔总，我知道你新租了一套房子。但是我觉得你住在那儿太委屈了。我为你跟乔乔租了一套公寓，刚装修的，租金我已经付了。当初你连人带公司被我收购，想抱着一箭之仇啊？怎么，不敢住吗？那我就收下了。嗨，风水轮流转，小心点。哪一天呢？没准你还得被我收购。乔乔呢？我去看看他。乔乔，这房子只是我对乔总的一点心意，你无论如何。小波。云阳，你来了。乔乔，彭大哥，你过来一下。啊。谢谢你啊，彭大哥，我接受了。董事长，你找我？坐。小陆，老乔走了。你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想法？暂时还没有什么完整的想法。你身为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助理，房地产公司的老总，怎么能一点想法没有？那你怎么开展工作？董事长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意见，就请直说。今天我不和你谈工作，我想和你谈一个人。谈谁？吴晗。这个名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刺耳，还是太熟悉？你好像已经什么都知道了。我早就开始怀疑你了，多少次了？公司里只有你我老乔知道的事，为什么吴晗马上就知道？陆寒婷，吴晗的干女儿。你已经告诉老乔了？我现在没有告诉老乔，但是我不能保证我以后不告诉老乔。可笑，老乔那么宠你重用你，你对得起他吗？还有，你还和李云阳在一起勾结，加害老乔。陆寒婷，你可够狠的。我承认我做了一些对不住老乔的事儿，但我从来没有拉着李云阳去伤害老乔。那老乔卖房子卖字画的钱跑到哪儿去了？奇怪，我怎么会知道？跑到李云阳那儿去了。是你让你父亲给海燕水晶樽做的鉴定吗？你知道那个瓶子的主人是谁吗？谁？李云阳。李云阳做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提醒你，杜鹏，
别把我的父亲给扯进来。可以，没问题。陆汉庭，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，和小白交接工作。我们博时公司不养商业间谍。杜鹏，这可是你让我走的，到时候你可千万别回来再请我。陆汉庭，别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杜董事长，我再回来的时候，我可是以博时的股东身份回来，我还来参加董事会，你信吗？就凭你陆汉庭3个字，你以为老乔还在公司啊？不，凭吴晗2个字可以吗？杜鹏，你虽然现在是博时的大股东，但你占有的股份并不比别人多多少。我干妈也就是吴晗在博时占有的股份是多少，想必你也很清楚吧？那我提醒你一下，你干妈还在公安局关着。我也提醒你一下，我现在是五洲置业的董事长了。杜董事长，董事会上见。